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GNG 生活日常。我哋之前發佈咗一條影片係介紹機場同埋 ASI 嘅九龍城寨電影場景展。我哋今次移師到去九龍寨城公園嘅衙門，帶大家睇第3輪嘅展覽。呢一次嘅佈展係之前嘅加強版嚟嘅，除咗加咗牙醫診所、魚蛋工場、塑膠廠等等之外呢，其他原有嘅場景亦都進行咗擴充。展覽為期3年，去到2028年嘅5月之前大家都可以去睇嘅。我哋先坐地鐵去到宋皇臺站。九龍寨城公園係位於 B3 出口。沿途其實我哋可以睇到充滿香港特色嘅街景，例如建築嘅竹棚啦、海味鋪，有意大利批檔嘅唐樓，可以遠眺獅子山、豆腐鋪、即場庖丁解牛嘅肉檔、紙紮鋪等等。香港人對於呢一啲嘢可能冇乜特別感覺，但係對於遊客嚟講可能會覺得幾有趣喎。由呢一度走到展覽地點衙門都仲有一段路程。或者我哋趁呢個時間講講城寨嘅簡史。九龍寨城同埋九龍城寨係呢一個地方不同時期嘅稱呼。遠喺宋代呢一度已經係邊防嘅最前線，所以有城牆啦，有炮台等等嘅設施。去到1898年，中英簽訂第2份條約，租借九龍界限街以北、深圳河以南嘅地域，為期99年。但係當其時清政府要求保留寨城嘅管轄權。喺清朝滅亡之後，大陸進入國共內戰，唔得閒管，英政府又唔想管，香港政府更加唔敢管，於是不知不覺之間城內就變成無政府狀態。喺戰後出現咗好多難民，因為各種嘅原因佢哋冇辦法喺市區居住同埋工作，以致呢一啲人選擇聚居喺呢一個三不管地帶，逐漸就形成咗後期嘅九龍城寨。後嚟中英聯合聲明簽訂，喺1987年，兩國終於同意拆卸城寨，33000名居民獲得公屋安置，或者得到比市值高3倍嘅賠償金。但係當其時仍然有好多不滿賠償嘅居民。清拆最後喺1992年完成，原址就改為呢一個公園，喺1995年12月啟用。唔知大家知唔知蔡瀾曾經接受訪問，講返佢向政府借呢一個即將清拆嘅九龍城寨拍爆炸戲。當年他們跟政府宣布說要把這個拆掉，接到消息我們就申請，我們說你炸掉以前讓我們拍可以不可以？反正要拆嘛，你們要怎麼樣都行。那我們就在這些地方擺了20部相機，用了幾噸的炸藥放在裏面，準備了整個晚上了。上面還有啟德機場，還有飛機要飛。如果你炸的話，會把那個飛機都炸下來嘛。所以就準備到最後一刻，停止，飛機還沒有要過來了，要炸就炸，一嘣一聲，通通平掉。嗰部電影就係重案組啦。當其時蔡瀾係監製嚟嘅。原本政府係打算命名公園為九龍城寨公園，但係因為喺拆卸期間發掘咗一啲九龍寨城嘅遺跡，特別係2塊南門嘅花崗石碑，仲有一啲地基啦、水溝啦、炮台、石梁等等，所以最後政府就將公園命名為九龍寨城公園。參觀係唔需要預約嘅，但係參觀者必須要當場攞籌，並且喺籌上面指定嘅時間先至可以進入，而參觀嘅時間只係得15分鐘啫。時間一到就會俾保安員趕走噶啦。呢一個安排上面就有少少多此一舉啦，因為參觀嘅人數實在係唔多嘅，好似冇乜限時嘅必要咯。而15分鐘亦都唔夠影相同埋細心睇嗰啲展品咯。呢一度有一個還原九龍城寨嘅金屬模型，可以睇到除咗住喺外圍、中庭同埋天台可以有陽光之外其他地方都係不見天日嘅。因為三不管啦，裏面嘅建設就好似有機細胞咁樣，冇章法咁樣不斷伸延僭建，
只要唔冧落嚟呢，就會不斷起上去，以至佢成為咗全球獨有嘅西北烹藍本。呢一個石碑呢，印咗一幅好似清明上河圖一樣嘅平面圖，佢係嚟自《大圖解九龍城》呢一本書嘅。作畫者自製一味將城寨嘅內部環境，包括建築嘅結構啦，每個房間嘅人同埋發生嘅事呢，都巨細無遺咁樣記錄落嚟，非常之震撼。呢一個相信係城寨最完整嘅平面記錄。我哋要喺等候區等到時間到呢，先至可以進入嘅。呢一度呢，本身係公園嘅小食亭。因為展覽嘅緣故呢，佢都添加咗一啲九龍城寨電影嘅紀念品。可惜呢度唔准影相啦，態度都有少少趕下。呢一個花牌呢，建議喺等候期間呢，都可以離遠影一影啦。我哋最初呢，冇懷疑有15分鐘嘅時間限制，所以仲花咗啲時間睇呢個展板啊。建議大家呢，先睇後面嘅場景，到俾人趕咗出嚟之後先睇呢啲展板都未遲。我哋會喺參觀當中咧對照一下真實嘅城寨照片，嗰啲照片咧係嚟自呢一本書，佢係喺1993年由加拿大攝影師 Greg Jarrett 同埋英國建築師 Ian Lambert 兩個人合著出版嘅。衙門咧係一座3進2院式嘅青磚建築，好啱打卡嘅。但係如果好多人喺度擺鋪影相嘅話咧，都係嗰句啦，先爭取時間入去睇場景。喺館與館之間出嚟嘅時候，如果冇乜人呢，就可以影啦。我哋呢條片呢，係會由右至左順序咁樣剪接嘅，但係我哋實際嘅參觀次序呢，就唔係太一樣。到最後呢，我哋會有一啲參觀次序嘅建議俾大家。呢一架雪糕車呢，係新加嘅道具，雖然門面呢係華春士多，但係裏面呢，其實係包含咗4個場景。首先係漫畫攤，佢都有埋一啲周邊，例如閃卡啊、襟章等等。對面呢係士多，而士多嘅另一邊呢，其實係賣米同埋賣調味料嘅雜貨鋪。有隻貓喺度瞓覺喎。深處呢係紅標鐵打，但係呢一度呢，只係得色軌同埋門面嘅啫。呢度係好者主理嘅大井魚蛋工場。果然電影美術同埋一般嘅博物館道具呢係唔同層次嘅。呢度呢像真好多，你見到嗰種油膩啦、炭火嘅感覺啊，但係其實現場呢係開住冷氣嘅。佢哋用燈光咧製造咗一啲火焰同埋滾燙嘅感覺。呢一張咧就係真實嘅城寨魚蛋工場嘅照片。陳威祥牙醫診所咧係新嘅場景嚟嘅，除咗加咗一啲工具同埋病歷之外咧，仲有一張牙醫凳。但係因為我哋太匆忙咧，所以影唔到下面，唯有借用一下官方嘅照片補充翻。呢一個係真實嘅城寨牙醫診所，中間嘅展館咧係最大嘅，門內咧有花店啦，同埋好多招牌。咦，點解又出現一次紅標鐵打館嘅？呢一張呢就係真實城寨招牌林立嘅景況。招牌呢同裏面嘅裝置係冇乜關係嘅。另一邊呢係補鞋鋪，但係鞋鋪方面呢，好似 Airside 嘅裝置呢係比較完整同埋豐富。
入到去裏面呢，我哋會先見到強葉塑膠廠。而呢一個呢，就係真實喺城寨嘅塑膠廠。當然唔少得嘅就係電線啦。然後就係裁縫改衣店。呢一個係麥記電器維修，主要係維修焗爐啦、電視啦、錄音機啦、飯煲啦、風扇啦等等。牆上有好多掛鐘，但係鐘錶同埋電器感覺好似係唔同嘅科目嚟喎。台面上呢有收音機 Walkman。呢一度好多無牌醫生嘅招牌啦。呢一個係模擬嘅天台，後面呢其實係有座位可以坐嘅，但唔好唔記得啦，我哋淨係得15分鐘嘅時間啫。真實嘅城寨天台係咁嘅。呢個天台呢有一個廚房。當年呢，我屋企都係用沙煲同埋火水爐。呢一個係公共水井，成個城寨呢只係得幾個供水處嘅啫，所以居民呢都係要每日打水嘅。呢一個就係真實嘅城寨供水處。呢度佈置咗一啲鐵閘同埋好多信箱。城寨裏面呢淨係得幾個有門號嘅信箱嘅啫，其他呢我諗都要人傳人啦。而真實嘅城寨信箱係咁嘅。呢一度呢就係第二大嘅展館，包括咗七記冰室、龍城髮型屋兩個場景。其實呢兩個場景呢喺上次 ASI 展覽之中呢都已經好豐富同埋圓滿，所以呢一度呢只係加咗少少新嘅擺設，同埋可以同叉燒飯影相啦。之前喺 ASI 係冇嘅，但係反而喺機場展就可以喎。呢一個係真實喺城寨嘅髮廊同埋冰室。由於15分鐘所限啦，如果大家有睇過 ASI 嘅展覽呢，嚟到呢一度可以先集中睇新嘅佈展，包括魚蛋工場啦、牙醫診所同埋中間塑膠廠同埋天台等等。但如果係第一次睇呢一個系列嘅展覽呢，就可以先睇兩個最大嘅展館，就係冰室髮廊同埋中間嗰個展館啦。個人覺得呢一個場景展做得好好，好值得睇。但係展覽呢暫時只係得3年期限啫，可能係因為政府呢要俾一啲版權費同埋電影美術費等等啦。不過個人覺得呢，佢係絕對值得變成永久嘅長治展嘅，或者3年之後再做一啲更新。如果3年之後乜都唔做就拆咗佢呢，就實在太可惜啦。正如當年如果能夠保留城寨嘅一小部分呢，相信能夠好似怪獸大廈一樣呢，成為國際旅遊景點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呢，可以睇埋我上一條關於 ASI 展覽嘅影片。關於參觀嘅分享呢，就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
歡迎讚好訂閱，拜拜。